除了我们独处，没人知道我保守的妻子在私下有多热情。这10年，我很幸福。今天是我和萧雅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，她以往总会玩点新花样，我很期待她今晚会给我什么惊喜。老公，老婆回来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婆，你今天上午出门不是穿了外套和牛仔裤吗？怎么晚上回来穿成这样？这身哪儿来的？别人送的，说是同事生日，让穿得性感一点。你自己衣服呢？他们给我藏起来了，说非要我穿这身衣服回来。老公，路上好多人都盯着我的腿和屁股看。谁给你买的衣服？谁把你衣服藏起来了？好像是我同事。哎呀，老公，人太多了，我也记不清了。我拿自己衣服的时候，好多人着急摸我，还拦着我，不让我拿自己的衣服，非要我穿这个回来。你到底喝了多少酒？你以为谁摸了你都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我就喝了5、6瓶。5、6瓶？你平时这么讨厌喝酒，我喝1瓶都要跟我吵半天，今天喝那么多？哎呀，生日嘛，肯定要喝点酒啊，还要穿的性感一点。你们男人不都喜欢这样的吗？生日？我生日你都没穿成这样，你说哪个同事，男的女的，给我解释清楚。哎呀，我要洗澡。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穿着外套和牛仔裤，一整天都没回家，他这丝袜和跟鞋在哪儿换的？今晚你把我伺候的真舒服啊！谁啊？这么晚还发信息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个短信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你那个好兄弟陈卓，在聚会上非要我给他倒酒。你当我傻吗？怎么，现在连你的好兄弟都不信了？当初可是你把我送到他手底下做事的。好，那你脖子上的草莓印呢？又该怎么解释？萧雅，你出轨了吗？我那么爱你，你竟然怀疑我出轨？不然呢？萧雅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该不会是你老公看到我吸的草莓吃醋了吧？现在行了吧？老婆，我错了。我累了，先睡了。以前萧雅都十分主动的，今天怎么？老婆，
你平时不是都不化妆的吗？今天怎么打扮的这么精致？今天晚上要见客户，当然要打扮的精致一点。哦。想不想看看你老婆在别人面前到底是什么样？你是谁？翻翻你老婆的包，有惊喜。萧雅，你就是要穿这个去见客户吗？萧雅，你就是要穿这个去见客户吗？你从哪儿拿出来的？从你的包里。萧雅，平时你连短裙都不穿，好，看看这个，你怎么解释？这是谁给你的？你甭管谁给我的，给我一个解释。老公，昨天同事聚会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我输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你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你输了，他们刚好准备了这些衣服，逼着你穿上，刚好拍了这些照片。萧雅，你平时在外面不挺保守的吗？怎么昨天晚上那么奔放，还拍了这些照片？这照片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，我就是拍着玩的。那衣服呢？衣服是王威准备的，说是道具，我没办法拒绝。陈卓也在，他是你兄弟，说就是玩玩，不会很过分。我不想被孤立，就只能当着他们的面穿。你，老公，我真的要迟到了，晚上回来再跟你解释，好吗？萧雅，萧雅，你。喂，老公。你怎么没开自己的车？老公，我昨天晚上喝的有点多，车还停在公司楼下，同事正好顺路，顺便来接我一下。同事？男的女的？女的呀，王威。还能有谁？前面有点堵呀。你那边怎么会有男人在说话？是广播。老公，你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？你包忘记拿了。啊，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今天用不上。你先帮我收起来吧。老公，我马上进地库了，信号不太好，先挂了。萧雅，你到底还有什么在瞒着我？CZ 陈卓 ，CZ 陈卓，一个是我10年的老婆，一个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，他们都背叛我了吗？廖凡，萧雅在家吗？王威啊，不在家，上班去了。你找他啊，昨晚他常用的口红落我包里了，我顺路给他送过来。你怎么脸色这么差呀？和小雅吵架了？廖凡，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什么话？算了，也可能是我多心了。萧雅昨天喝多了，和陈卓他们几个玩的也挺开的，但是应该没什么，都是同事。陈卓，他们经常这样？也不算很经常吧，公司应酬，陈卓挺照顾他的。陈卓毕竟是你兄弟嘛，萧雅也算是他大嫂了。口红
我放桌子上了。照顾我，好一个照顾我！王伟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都告诉我！哎呀，廖凡，你弄疼我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萧雅最近总加班，陈卓常送她回家。陈卓送她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有好几次了，昨晚就是陈卓送她回家的呀。哎呀，你离我太近了，好热呀！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你想知道的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廖凡，难道你不想知道萧雅平时在陈卓面前是什么样子吗？什么样子？他很会撒娇，陈卓很吃这套。其实我今天来也不全是为了还口红。你还有什么事？高跟鞋好磨脚呀，我能脱掉吗？好像勾丝了，你能帮我看看吗？哼，你怕什么？廖凡，难道你对我从来没有一点想法吗？这都流鼻血了，还说对我没什么感觉呢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只是见你可怜，想要帮帮你而已。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萧雅真正的面目吗？吻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够了，王威，这次来到底什么目的？是萧雅让我来的。他让你来干什么？他让我想办法留你在家2天，无论如何都要留住你。他让你用这种方式？哼，他只说让我拖住你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这个办法最快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今晚要穿圣诞装去见客户，你还没见过他这样吧？圣诞装？这是他让我帮他参考了几套衣服。他让我拖住你，你今晚不能出门，也不能让你知道他去哪儿。廖凡，他这么对你，你难道就不想报复一下他吗？你滚开！我现在没心情跟你闹，我现在就要去萧雅公司弄个明白。你现在去有什么用？难道他会光明正大的告诉你他出轨了吗？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，他为什么要我留住你2天？廖凡，你等等我！萧雅，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意思我不该来是吗？不是的，只是我在准备收尾工作，没想到你会突然过来。收尾工作？你是怕我过来破坏你们之间的好事对吧？廖凡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疑神疑鬼了？我疑神疑鬼？
谁给你打电话？骚扰电话。老公，我去个洗手间，回来再跟你解释。萧雅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骗我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和谁在通话。喂，方哥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打错了。想不想看看你老婆在外人面前到底什么样？难道就是那个人在和我老婆打电话？衣服，他今晚要穿的那件圣诞衣服，会不会就在这里？怎么会找不到？难道王威在骗我？肖女士在吗？这里有她的包裹。难不成那圣诞套装在这个包裹里面？你给我就行了。发货人说了，要求必须本人签收。包裹里究竟有什么？还必须本人签收？我是她丈夫，你给我就行了。抱歉，先生，这个必须在本人签收，不能给你。哎，你，我就是肖女士，收货码4423，给我吧。萧雅，我问你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件衣服。衣服？只是一件衣服？是圣诞制服还是？老公，你够了，这是我的工作需要，我不喜欢你像审犯人一样审我。工作？你的工作就是穿的这么暴露，去见什么所谓的客户？你把它给我打开。10年，我们结婚10年了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你给我打开，要么你亲自打开，要么我帮你打开。老公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我闹？你平常在家短裙都不穿，你今天上班穿成这样，还说我闹？衣服呢？为什么只有一件风衣？不然呢？你以为里面是什么？廖凡，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老婆，我要换衣服，去见客户。换衣服？你穿成这样还不满意吗？还要换衣服？你老婆穿着这身真性感呐！你老婆会穿着这件衣服和我待一晚上。你到底是谁？她很害羞，必须在外面套一件风衣才肯出门，所以我才买了一件风衣给她。而这件暴露的衣服会被她套在风衣底下。你里面到底穿的是什么？廖凡，你疯了吗？你连我穿什么你都要管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！廖凡，你放开，这是在公司。你给我看看！小雅，这是什么？这他妈是什么？不是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就穿成这样去见客户？我站住！小雅，你给我说清楚！你给我说清楚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范哥，嫂子，你们这咋了呀？这是陈卓啊，你跟我是10几年的兄弟了，对吧？嗯，你就让他穿成这样去见客户？穿这样，这不就是件普通风衣吗？这里面分明是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我老婆穿着。老公，你非要在这里把大家搞得都这么难看吗？范哥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这嫂子
见客户挺重要的，打扮漂亮点儿不是正常的吗？哈，快走吧，别迟到了啊！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们，廖凡，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跟我过来。你知道什么？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哎呀，不要这么猴急嘛，还是你快忍不住了。够了，王伟，少废话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怎么，心疼了，愤怒了？他可以找别人，你怎么不行啊？我伺候人不比他差。把照片给我。想要照片吗？想要就自己来拿呀。够了，王伟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你现在可是有求于我，这个态度我可不喜欢。这肯定是假的，你就是在骗我。假的？假的？你跟我走进来。假的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闭嘴！我告诉你，小雅不是那种人。萧雅是什么人？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你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我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你告诉我这些究竟是什么目的？难道就是为了让我跟小雅离婚？我哪有什么坏心思？我承认我很喜欢你，但……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骗我。小雅没有背叛我，这就是你们的阴谋。廖凡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和萧雅结婚10年了，我有打扰过你们吗？我不过是心疼你，我看不惯你被他继续骗下去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还不相信是吗？那你听听这个。放心，酒店房间我订好了，顶层套房，风景特别好，今晚一定得来，我一定准时的。这个声音像不像你老婆的声音？昨天下午在公司茶水间，陈卓拦住他，对他说的。我刚好在隔壁。这是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是吗？那昨晚他几点到家的？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，你还要自己骗自己吗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电脑里有个加密文件，文件名叫 XY 礼物，密码应该是你老婆的农历生日。你不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吗？现在可是个好机会。XY 礼物，密码是他生日。对啊，你不敢看吗？还是说你害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？万一只是普通照片呢？哼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了，廖凡？普通照片需要用加密文件上锁吗？还整这么个名字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是在监视萧雅？我是关心你，我看不惯你还被蒙在鼓里，我心疼。打开它，看看你的枕边人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你就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。错
错了？错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亲耳听到陈卓对他说密码是什么，他说是农历生日的。你亲耳听到？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就之前工作聊天的时候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？或者他改密码了？到底是什么？要不对，要不是你的生日？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那冰清玉洁的好妻子，她值得你这么对她吗？不，这不是他，这不是萧雅，脸都没有露，这肯定不是萧雅。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，你怎么还在骗自己啊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而且你看他，密码竟然用的是你的生日，这不明摆着是挑衅吗？够了！事实就是如此，怎么？这就接受不了了？我平日里那么保守的一个人，私底下这么暴露，动脑子都知道，他这是在给平淡的日子找点刺激。他早就不是你认识的那个萧雅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只有这些照片他是不会承认的。我们现在只有当场抓获，看他还能怎么狡辩。当场抓获？可我现在连他去哪儿了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抓到他？早知道，当初就不应该把他送到陈卓那个畜生那里。别接，他现在给你打电话，肯定是发现了什么，要么他是在试探你，要么是故意气你。无论如何，你接了都会很难受的。喂，老公，你是不是在公司？王威是不是去找你了？他说的话你一句都不要信。萧雅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准备说实话吗？老公，那些都是假的。萧雅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那些不要脸的照片我全看见了。老公，不是那样的，你听我说，我马上回来，我现在就回来跟你解释。解释？你还解释什么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回来全都告诉你。你在办公室等我，一定等我。你看，他还在骗你，还想回来继续哄你。不能，我能去哪儿呢？我只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你等他回来，用他的眼泪，用10年的感情去掩饰一切。梁凡，你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清醒一点？记住，照片是真的，他和陈卓一起走也是真的。用密码挑衅你，你别心软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听我说。你先解释一下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不是他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什么 ？PS AI 还是什么？是，老公，那些照片不能证明什么，你相信我。事实都摆在这里了，你还想怎么解释？我可以解释，一切我都可以解释，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跟陈卓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从草莓印、兔女郎，哪一件不是针对你？你有没有一句真话？老公，我求你了，别问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相信你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之前发生的所有事，你能不能当着我的面一五一十说清楚？萧雅，你就承认了吧，这都23世纪了，在平凡的日子里找点刺激也说得过去。说不定你老公就原谅你了呢。老公，你还给我。老公，把手机给我。给你？有什么是我不能看的吗？接啊，看看这个点，你多年的好兄弟打给你的好老婆是什么事情？你说我是接还是不接？老公，
不能接，现在真的不能接，我求你了，挂了他，真的不能接。为什么不能接？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吗？老地方，顶层，开房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……天啊，开房！萧雅，你和陈卓已经到这一步了。你闭嘴！不是的，那是为了工作，为了谈客户。陈卓说他安排地方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是酒店套房。谈客户？谈什么客户需要去开房？萧雅，这借口3岁小孩都不会相信。现在你总该看清了吧？铁证如山了。萧雅，我们10年夫妻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带我去那个老地方，我们一起过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鬼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你不是见客户吗？见客户有什么不能去的？不行，老公，真的不能去，我求你了，真的不能去。看来这个地方真的有一些你不能看的东西呢。老公，我求你了，你别去，你千万别去，我求你了。为什么？是怕我去了之后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吗？不是这样，老公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解释好不好？上车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们一起过去把事情看清楚；第二，我自己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我自己去的话，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，我们10年的夫妻就此结束。老地方在哪儿？归家酒店，8888。老公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去工作的。萧雅，你到现在还在编？我真的没有编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只是有些细节，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，还是怕说出来就证明你跟陈卓真的有事。我跟陈卓真的没什么，老公，你要相信我啊。没什么，没什么他会拿我生日当密码，没什么他会给你发短信约你去开房，没什么你现在怕成这样。别说了，去了就知道了。老公，我求你了，走吧，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要好。我宁可知道真相后死心，也不想过这种猜疑的日子。谁呀？谁呀？他妈的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他妈是我老婆！你他妈谁呀？陈卓在哪儿？他妈的，陈卓在哪儿？老公，他只是我的客户。客户？有什么客户要在酒店里见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老公，不能说，真的不能说。不能说？我看你是不敢说吧，怕我撞见你们的秘密。老公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陈卓都给你发那种信息了，我怎么冷静？萧经理，这就是你老公啊！我觉得素质担忧啊，我们下面的合作，我觉得有必要再考虑一下。陈卓在里面对吧？你在给他打掩护，你跟我过来，过来！你给我进来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啊！
凡哥，嫂子，你们这是？这就是问问你这个好兄弟。这话不应该我问你吗？不是你给我老婆发的信息，让她在酒店等你吗？凡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误会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误会？我把你当亲兄弟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凡哥，事情不是你看的这个样子。那是哪样？短信不是你发的，酒店不是你开的，电脑里那些照片不是你存的吗？哎，凡哥，你冷静点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给我戴绿帽子，怎么说我老婆，怎么说我老婆那些细节。凡哥，赵总还在这边呢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呸！你都跟我老婆这样了，还怕别人说吗？凡哥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那你说。凡哥，不信的话，你看我手机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短信我本来是要发给赵总的，结果发到嫂子手机上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解释清楚了呀。那你电脑里的照片呢？你还用我生日密码？你不是挑衅我吗？凡哥，照片上的女人脖子上那个明显的胎记，压根就不是嫂子，我在网上随便找的。男人嘛，你懂的。那至于密码，我这不是怕被人发现，就用了你生日吗？不对，你肯定是在骗我。够了，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我没心思在这听你们所谓的伦理事件。陈总，肖经理，我们之间没有合作必要了，现在请你们出去。不，走了。廖凡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你非要把我毁了你才满意吗？那我带你去酒店的时候，你那么害怕干什么？就你那个样子，谁见了不害怕呀？更何况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客户呢。廖凡，我在你心中，我就是那样的人吗？我累了，先睡觉。难道这一切真的是误会？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？老公，吃饭了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我好像有点轻微发烧了，老婆，帮我买点感冒药好吗？家里有，我去给你取。我在你家楼梯间等你，早点出来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工作上的事，有些东西需要处理。是陈卓吧？不是他，这次是骚扰欣欣。我去换个衣服。家里的药不够了，我去给你买点感冒药。买感冒药也不用穿成这样吧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有重要的工作任务，我怕买药的时候被叫去加班。加班也不需要露胸露腿吧？我的顶头上司可是你的兄弟，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给你长脸啊？不说那么多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？果然是他。你老公起疑心了。都怪你，现在他到处查我。那又怎样？你不还得听我的？陈卓，算我求你了，收手吧。廖凡他现在发烧了，躺在家里。发烧？正好呀，他在家，你不就更有时间出来加班了吗？
那个项目，赵总已经松口了。今晚老地方，你得来，记得穿我上次送你那件。我不去，廖凡已经还命，我不能。不能，小雅，你忘了你当初怎么求我吗？你忘了我的手上还有你的把柄了吗？你答应过我的。我答应过你啊，但还不是时候。你无耻！我是无耻啊，那我就只能……别告诉他，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，求你了。那看你表现吧。小雅，你有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小雅呢？他公司临时有事出差了，说要去个7、8天呢。出差了？怎么会去那么久？他什么时候走的？下午走的。廖凡，你在楼梯间晕倒了，是我发现你，把你送回来的。他走得急，只是说让我照顾你2天。让你照顾我？你别多想，他只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他是去出轨，怕我碍事把我打晕，再派你来缠着我，他好脱身，是不是？廖凡，他是不是跟陈卓一起走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他让我留下来，确实是为了拦着你。我早就该想到，草莓印、短信、照片、开房，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做好了准备，都是他提前规划好的。你现在看清了，也不晚。他不在乎你，我在乎。他让你来你就来呀，王卫，你到底图什么？我图什么？我图你这个人行吗？他不要你，我要。出去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开播了，开播了！这期圣诞限定，这是上期那个兔子吧？身材我记得。对，就是他，上次戴着面具跳兔女郎舞蹈的那个。不得不说，上次直播真带劲呢。听说这女的还有老公呢，不知道她老公看到会有什么样的表情？你替她操什么心？说不定她老公正看着她妻子的样子被大家议论呢。她老公是牛吧？我猜她老公名字叫牛守人。这背影是萧雅。会员费值了，这种被威胁的可比那主动的强多了。没劲，好几个女的都已经这样过了，都看腻了，能不能来点新花样？主持人都说了，明天有重头戏。主持人到底是谁？是陈卓吗？还是赵启？每次都搞得神神秘秘，管那么多，我们有的看不就行了？冲过来！别让我说第2遍。到底是谁？要看到了，要看到了！这次会不会是摘面具啊？楼上想多了，拍到正脸就是大突破了。不会吧？她老公打来的电话？这还真刺激，快接！我猜她老公肯定要问她去哪儿了。喂，老公。萧雅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在出差。要出差好几天，你烧好了没？吃药了吗？出差？你跟谁出差？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现在在酒店对不对？告诉老公在出差，结果在酒店。这结了婚的女人就是会撒谎。她老公要是知道她老婆正在被人欣赏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老公，对不起，等事情结束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挂了，把她老公电话挂了，还以为是老套剧情，会吊网友胃口，导演捉奸成功呢。明天可就有意思了。直播预告说，明天可是重头戏，只要打赏到位了，就可以指挥她做出任何事情。不知道她老公看到了会是什么反应？重头戏？明天到底什么重头戏？她早就不是你认识的那个萧雅了。廖凡，你没事吧？滚出去！廖凡，你开门！你别做傻事！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你们都一样，你们都在看我笑话，都在欺骗我。我没有，廖凡，我只是想帮你，你冷静点。吃点东西吧，你伤还没全退。我昨晚没走，在沙发上睡的，我怕你想不开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忍心再看你再这样被他欺骗下去。我是真心对你好的，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我的付出呢？我说了，我不喜欢你，你不要在我面前。好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萧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就弄清楚全部，只看一个片段算什么？你不想知道那边是谁吗？你不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些什么吗？链接今天还在，说不定今天还有，后面还有重头戏。重头戏，重头戏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才是重头戏。还得是昨天那电话，真刺激啊！这女的都出轨了，老公都不知道，还打电话过来，还说在出差，真是笑死我了。不知道她老公今天还在不在直播间？主持人来了，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劲爆的节目啊？昨天都预告了，今天会有好多人戴着面具和这个女的一起参加聚会。面具？戴着面具做什么？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吗？还要继续看下去吗？接下来只会让你更难受。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种场面，想想就刺激。这会员真是没白开呀！主持人还不进来吗？他这是要去哪儿？肯定是去接其他人过来。廖凡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好戏终于要开始了。这来的到底是谁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去上个卫生间。主持人，今天的节目快点开始吧！一定要喂口，不然取关了。我还等着看女主更不为人知的一面呢。你说女主一会会更反常，一脸不情愿的表情。好戏开始前，我们先玩个小游戏。这是我花大代价弄来的，只需要一滴，它就任由你们掌控。之后就是我的重头戏——面具聚会。他想干什么？你觉得呢？当然是下药了。喂，萧雅，听着，那男的要给你下药，现在不管他给你什么，千万不要喝，记住了吗？老公，你都知道了，我别喝水，千万别喝水，现在赶紧想办法离开，好吗？
办法拒绝。怎么样？你说他知道了之后，还会喝下那瓶水吗？不会，他知道了，他不可能喝。我相信萧雅。都这样了，你还要相信他吗？他都骗你多少次了？这次情况不一样，他肯定不会喝的。廖凡，那不然我们来打个赌吧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掉马桶里了？不会是她老公给她打电话查岗了吧？说不定真是。她昨天不还骗老公说自己出差吗？这会说不定还找其他借口呢。出来了，表情不太对啊！管他什么表情，赶紧的，等他出来之后就表演节目了。耽误了点时间，喝口水吧。别接萧雅，扔掉他，求你了。廖凡，现在看来是你输了。廖凡，他喝了，你都提醒过他了，他还是喝了，这就是你信任的妻子吗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廖凡，清醒点吧，你这样只会让你更难受的。倒了！要是这么快，主播我愿意出够再收一个。主持人快上啊，等什么呢？小游戏开始了。放手！我要看他怎么做尽自己，我要看得清清楚楚。10万，就为了看这个？看了又能怎么样？只会让你更难受。我不在乎钱，我只在乎真相。哪怕真相是他烂透了，我也看个清楚。你醒醒，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。现在是第一个10万，后面会有无数个10万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钱就当是我10年的教训。我不相信萧雅会那样。终于要开始了，枪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为了看到这女主的正脸。老张，我要你帮我查一个直播地址，现在立刻马上，多少钱都行，把位置发到我手机上。就这么放着没意思。急什么？大声走起，让主持人动起来！我出10万，让他把面具摘了，看个正脸。满足你的愿望。不要啊！不要摘！我操，这脸蛋真绝了！这么漂亮的妞，她老公怎么放心让她出去的呀？说不定这女的早就背叛她老公了。这么漂亮的脸走在街上，肯定有很多人对她吹口哨，这画面我都能想象得到。哎，你们说她老公这会儿还在不在直播间呢？亲眼看着老婆被我们调教，真刺激。萧雅，归家酒店888。又是那里。终极内容仅限至尊 ，VIP 进入你已被移出直播间。操！廖凡，你去哪儿？你谁呀？干什么呢？人呢？什么人？你找谁啊？刚才穿一白裙子，戴着面具的。你就是那个绿毛龟呀？你老婆她现在……人呢？快告诉我！你老婆她承受不住压力，早就跑了，现在说不定给哪个野男人……怀孕了？这谁的？谁的验孕棒？不知道啊，我们来的时候就有了。这个屋子里只有你老婆一个人在里面，还能是谁的呢？总不能是我们底下的吧？这个验孕棒真是我老婆的，可我们每次都做安全措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喂，老公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他妈在归家酒店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。老公，你回来好不好？回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在家？萧雅，你真当我是傻逼吗？上一秒还在酒店，你说你现在在家？老公，我真的在家。你回来，我全部都告诉你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，我看你还怎么编。喂，
踹坏了我们的门，吓坏了我们的女伴，就这么走了？赔钱，精神损失费、没损失费。赔偿？你们搞这种淫乱聚会，等着执法队来抓吧，还赔偿？你说话注意点啊！什么淫秽聚会？我们这是正经的化妆社交酒会，你这是诬告，信不信我告你诽谤？滚！放开我！凡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陈卓，还真是你！萧雅呢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还有他直播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什么直播呀，凡哥？你说什么呢？嫂子怎么了？他们在干什么？这他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搞什么夫妻交换，对不对？萧雅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你的？凡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你还解释什么？我亲眼看见直播 IP 就在这里。直播是我搞的，那都是为了挣钱嘛，都是噱头。那些观众打赏都是假的。我承认，我利用你和嫂子之间的关系，矛盾造势了。但我和嫂子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一到关键我就切画面啊！我不能真的犯法吗？我不信。那验孕棒呢？我不知道什么是验孕棒呀。凡哥，你相信我，我们10几年兄弟感情了，我觉得再怎么畜生，我也坚决不能玩嫂子的。凡哥，我这就是想挣点外快嘛。陈总，你跟这傻子废什么话？报执法队吧！闭嘴！啊，凡哥，你别报执法队。是啊，这事我干的不光彩，但我罪不至死呀。你一报执法队，我就全完了。念在我们兄弟一场。兄弟？陈卓，从你动歪心思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兄弟了。喂，执法队吗？这里是归家酒店888套房，有人搞非法淫乱聚会。老公，在你心中，我是不是已经变坏了？不然呢？啊？不然你会去做那些不要脸的事情？对不起，可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又是这句话。多少女人出轨不是这句话？萧雅，你有多少苦衷啊？你要用这种方式去解决？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就没有必要隐瞒你了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！为了我？为了我你穿成这样去酒店啊？萧雅，你真当我是傻逼不成啊？1年前，你公司的那个项目漏洞，你以为是怎么补上的？那不是陈卓帮我找到新的投资方？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救世主？那是赵启，陈卓背后的人。他们早就盯上你了，那个项目根本就是一个陷阱。不可能，核心数据只有我和我的心腹知道，他们不可能知道。廖凡，你太天真了，他们早就被收买了，就等着你的项目启动。到时候，你不光会赔光家产，还有可能会进去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因为陈卓拿着那些来找我了。他说，只要我按照他说的做，他就放过你，帮你把漏洞补上。所以，那些都是假的。对，陈卓喜欢我，王威喜欢你，我不答应，他就拿着这些来威胁我，让我跟他结婚。从始至终，我跟陈卓什么都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陷阱？为了我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你要一个人扛？你以为你是在救我？你这是把我们两个都往火坑里推！告诉你，以你的脾气，你会怎么做？你是立刻去找陈卓拼命，还是去举报赵启？然后呢？证据呢？廖凡，我太了解你了，我宁愿你恨我，误会我是个烂人，希望你能安全的活着，哪怕是离开我活着。所以，纪念日那晚的黑丝、短信、女仆装、上弹装、酒店，甚至是直播，都是他们逼你的。
每一次都是。有些是陈卓设的陷阱，有些是我为了曲线他们不得不做的戏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，从来没有。我的心，我的身体，这10年都只有你。小雅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混蛋了，我竟然相信他们，我竟然怀疑你，是我太相信他们了。不怪你，是他们设计的太真了，是我太傻了，以为能一个人解决。听着，从现在开始没有一个人，我们是夫妻，一体同心，风雨来了一起扛，刀子来了一起挡。你不能再把我推开了。可是赵启他们……交给我，陈卓进去了，王威、赵启都是棋子，你受的委屈，流的所有的泪，我都会一笔一笔全跟他们算清楚。